放眼世界大历史，很少有一个像日本这样全盘学习中国、引进利益主文明达到如此规模与影响力的国家，到底给日本的发展带来了些什么深远的影响？我们接着来分析。要说一个国家、一种文明的变化，最直观的其实就是经济。所以咱们这一次呢，得先从钱讲起。虽然在日本的一些古墓里边呢，考古学家发现过奈良时期之前就从中国流过去的钱币，但日本真正开始自己铸币呢，得等到公元708年，也就是奈良时代快要开始的那会儿。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呢，到了公元8世纪的时候，日本的货币经济其实还非常局限，主要就是在奈良那一带打转。那时候呢，奈良有2个市场，买卖东西也就是稻米、药材、布匹、一些手工艺品，还有陶器。他们那个时候呢是照着中国的样子做钱，可技术跟不上啊，做出来的钱质量太不行了。后来干脆呢就不自己铸了，直接从中国进口铜钱。比起中国那个时候，货币已经在全国广泛流通，日本大多数地方呢还是用稻米当作通用货币。就连跟朝鲜人、中国人做生意，他们也常常拿着稻米或者丝绸来换东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可远不止钱这一样。从公元600年到838年，这200多年的时间里，日本从中国搬走了一整套的文化体系。我们前面也谈到过，文字、佛教、儒学、文学、音乐、建筑等等，这些都变成了日本文化的底层密码。就算后来的19、20世纪西洋文化涌进来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也没有丢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中国文化进了日本，不是靠打仗打进去的，也不是靠大批移民带过去的，而主要是靠少数几个朝鲜人和更少的中国人，还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来大唐学习的日本僧人和官员。有一部分日本人甚至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。你想想，就这么一点点的人，居然传递了这么深远的文化影响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公元838年之后，日本就再没有正式派过遣唐使了，他们也不再那么积极地学习中国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开始转变，地方势力越来越强，中央的控制力反而弱了。公元792年，日本废除了全国征兵制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地方上开始自己养兵，皇室成员也开始在外地扩展势力。而这种去中央化的过程，反而让之前从中国学来的文化慢慢扩展到了日本更多的地方。时间快进到公元20世纪，虽然中日2国都做了汉字简化的改革，但汉字最基本的东西没变，它到现在还是中日交流的一座桥梁。咱们中国人学日文或者日本人学中文，比起西方人来说还是容易了太多。这些文字里藏的微妙的意思，只有我们双方能心领神会。再说儒学，虽然2国后来的阐释方式不一样了，但那些经典、那些价值观念到现在还是共通的。有些中国人熟悉的格言，在日本也一样有人能背；有些源自中国的乐器、诗歌，在日本也流传的像自己家的一样。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，就是佛教。哪怕到了现在，佛教仍然是中日交流最重要的文化纽带之一。日本僧人还是会来中国寻根朝圣，比如扬州的大明寺，就是鉴真和尚曾经待过的地方。1980年，日本僧人还把一座8世纪的石灯笼赠送给了大明寺，象征着2国之间那段深刻的姻缘。又比如中国天台山的国清寺，这座隋代高僧创立的天台宗的千年古刹，是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。当年日本留学生最澄曾到过这里取经，回到日本后，在比叡山兴建延历寺，创立日本天台宗，至今仍尊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。现在很多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啊，或者日本朋友来中国，看到街上熟悉的汉字，寺庙里相似的仪式，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亲切感。这种感受，西方人是很难完全理解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将来盘盘中日贸易那些事儿。你以为贸易只是买卖吗？它悄悄地改写了2国文明的剧本。锁定下期，带你解锁1000年前的跨境电商是如何影响现代格局的。